有人问，短视频平台最后的这个帕加尼刷过牛北吗？当然有去牛北了，而且还坐实过圈数。今天咱们就盘点一下帕加尼的牛北之旅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牛北之家。先点赞后看，咱们马上发车。帕加尼刷牛北有很多次，咱们得分车来看。最早的一次就是在2007年带着一辆中达 F Club Sport 去挑战，圈数是创下了7分27秒82，这圈数比保时捷卡雷拉 GT 的7分28秒71更快。也是直接登上了当时牛北最速量产车的宝座，而自身的法宝就是碳纤维底盘和车身内嵌着一台7.3升 AMG 梅赛德斯 V12 发动机，可输出641匹马力。而卡雷拉的这台5.7升 V10 发动机605匹马力，显然略逊一筹。帕加尼不仅有强大的发动机，碳纤维打造的车身让整车重量仅为1230公斤，宣称中大 F 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3.6秒。最高时速接近345公里每小时，在弯道中可以承受 1.4G 的过载，这在牛北这种多弯的赛道尤为重要。而当时驾驶这辆车的车手是马克·巴森，常年霸榜牛北耐力赛的车手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帕加尼不是一直以优雅著称，一般不讲赛道成绩吗？那为什么选择在07年的这个节点挑战牛北？那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对帕加尼很重要的人——方吉奥。早年帕加尼老爷子是在兰博基尼打工，出来创业后，由于才华横溢得到了同为阿根廷同胞的5届 F1 世界冠军方吉奥的这个青睐，这是又给他写推荐信，又给他帮助。帕加尼能用上奔驰的发动机，也是方吉奥引荐的。而就在1957年的德国大奖赛，这位车神在最后10圈落后45秒的绝境中，在全长20.8公里的绿色地域连续刷新单圈纪录，最终在末圈逆转夺冠。这场被方吉奥视为人生中最精彩的比赛，而帕加尼为了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感激之情，所以选择在50年后的2007年，带着中达 F 也飞驰在纽博格林，将这一量产车最快的一圈献给伟大的冠军方吉奥。而帕加尼给 F 的定位就是 F like 方吉奥。接着我们来到2010年，一辆帕加尼史上最强的车出现在牛北，没错，就是中达 R。这辆搭载梅赛德斯奔驰提供的 CLK GTR 赛车版的 GT112 发动机，6.0升 V12 引擎经过改进，输出功率提升至750马力，扭矩710牛米，0-100加速2.7秒，极速可达375公里每小时。虽然叫中达 R， 但仅使用了中达 F 10%的部件，而中达 R 实质是一辆 Huayra 实验底盘的验证车辆。没了公路车的规则限制，这辆车的车重也来到了恐怖的1070公斤。而就是这样一辆性能做到变态的车辆，它的牛北之路却是一波三折。在测试前，帕加尼的车手马克·巴森担忧这辆车的19寸轮毂上的贝兰尼轮胎胎壁太薄，很容易爆胎，应该用18英寸轮毂配更厚的胎壁。而他的担忧也不是多余的。在第一次测试时，牛北前1/3路程行驶的相当顺利，可就在车开到大左弯时，马克突然感觉到异样，这辆车左后轮沉下去了，而左前轮抬起来了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断了。他急忙终止了这次测试，而这辆车被送往纽博格林工业区贝莱尼的大车间内进行检查，发现后车架上的一根空心梁，就是上控制臂上面一点好像裂了，而显然这种故障不可能一晚上修好，所以他们找来了一台客户的中达 R 进行第2天的测试，不但加固了那根看起来很脆弱的管子，甚至当时车身上的赞助商贴纸都是从第1辆车撕下来贴到第2辆车上。有了第1天的经验，第2天测试相当顺利，马克第2天直接跑出了6分47秒50的惊人成绩，一举打破了法拉利赛道版 599XX 的圈速记录。马克跑完后虽然表示这辆车非常好开，下压力和抓地力高的离谱，但是这个引擎声浪太大了，跑完牛北一圈后自己的耳朵还在嗡嗡叫。而时间来到2016年，此时的帕加尼 Huayra 已发布多年，而就在9月的一天，有人拍到帕加尼带着一辆 Huayra PC 来到牛北测试，这也点燃了车迷们对帕加尼再次挑战牛北的激情。Huayra PC 搭载一台涡轮增压 AMG V12 发动机，功率约为750马力，这次是一辆正儿八经的量产车。这个难道帕加尼要时隔9年再次挑战牛北的量产车圈数？但随着车迷的等待，被点燃的激情也一点点消散。Huayra BC 刷牛北的消息后面是音讯全无。不过我们可以从车迷拍的镜头来看，这次测试车手还是推得很凶的，尤其过旋转木马，甚至能听到底盘脱离的声音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帕加尼牛北之旅的全部内容。要我说，现在帕加尼定位还是以优雅打造，而车主也不在乎这些赛道性能，
要的就是能提供情绪价值。我在上个月参加了一次车展中，也是亲眼见到了一辆 Huayra，不得不说实车是超级帅的。